男子将自己绑在竹子上辗转腾挪，利用竹子柔韧性磨练拳法的灵活与自身的协调性，随即又用铁丝缠住周身，用以锻炼自身劲力，直到铁丝承受不住生生崩断，才真正练成了铁线拳。男子名叫梁坤，本是广东小镇一家搬运行的苦力，为人豪气仗义，又待人宽厚温和。但凡有年长者稍有难处，都会不计得失替代他们搬运货物，是以在一众苦力中颇有威信，即便是对家的劳工也对他钦佩不已。某日，梁坤与几位好友外出，撞见镇里的街溜子铁蛋，其中一人与他早有矛盾，一路追赶下，猝不及防间将卖菜的阿义撞倒，见自己的货物散落一地，阿义不依不饶，抄起扁担就打。梁坤随后赶来，劈手将扁担打断，见他有些功夫在身，阿义势必要较量一番，翻手挥掌间生出阵阵破风之声，拳掌拍击在对方肩膀上的脆响连绵不绝。见两人武功难分伯仲，铁蛋灵机一动，提议不如去关帝庙前比斗。那庙前设有2座擂台，两座擂主本是师兄弟，因互相斗气，谁也不服谁，遂设下擂台，夸口无人可破。师兄长于刚猛，有千钧之力，100斤米袋，只需一根长棍便可挑上高凳。师弟偏向灵巧，手持7节软鞭，可轻易击碎棍上瓷碗而使其不落。两人约定，谁的擂台被破，谁就认输。梁坤向来以力气见长，当仁不让，挑战师兄的擂台，手舞棍棒，一棍戳出，气沉丹田，骤然发力，将米袋挑上高凳。见师兄吃瘪，师弟洋洋得意，随手将软鞭丢给阿义，未料阿义不甘示弱，手舞7节鞭，瞬息击碎瓷碗，唯有碗底依旧稳稳留在棍间。这下师兄弟两人再也坐不住了，互不服气，再次动手。梁坤与阿义却是不打不相识，众人一同饮酒作乐，好不快活。这时，一个面容寒煞的人闯入客栈，询问万金行的老板邱万金后，随即离去。这邱万金平时从未露面，实际却是作恶多端的江洋大盗，为躲避追捕才来到小镇做起买卖。同行是冤家，为独揽生意，邱万金将手下赵同召来，蓄谋除掉对家海发行。与此同时，铁捕金轩为逮捕邱万金而来，隐姓埋名进入海发行做苦力，借此暗中寻迹调查。邱万金得到消息，遂指使赵同在小镇上摆下生死擂台，气焰嚣张，放出豪言，意在逼迫金轩现身。此举令所有习武之人愤愤不平，接连上台挑战比斗。可赵同等人不但武艺不俗，出手也极为刁钻狠辣，挑战者无不是非死即残。阿义气愤不已，当即打上擂台。赵同丝毫未将他放在眼里，身形未动，端坐椅上，手掌弯曲成钩，表示一只手便可应对。任凭阿义使尽浑身解数，也是毫发未损，接连数掌劈出，将其打下擂台。众人慌忙将阿义送去医治，却还是因伤势过重撒手人寰。朋友身死，梁坤怒发冲冠，毅然打上擂台，欲为兄弟争一口气。可惜他不过是一介苦力，纵使天长日久下练就一副强壮身板，凭他那些许的几手功夫，又哪里是赵同的对手？关键时刻，海发行的赵老板出手救下梁坤，随意数招，行云流水将赵同击退，抬手抱拳带梁坤离开生死台。这赵老板表面上是码头老板，实际是民间洪拳传人。此番失败令梁坤明白自身实力不足，见赵老板深藏不露，于是请求他传授武艺。赵老板见他心诚至此，便答应下来，将洪拳招式尽数传下，更是亲自喂招，令其融会贯通。而梁坤长年累月挑扛重物，无形中已练得腰马扎实，气力无穷，正与以刚劲节著称的洪拳相得益彰。随即赵老板更是以数十斤石杠铃磨练他的巧手，如此高强度训练令梁坤进境神速。而邱万金对海发行觊觎已久，得知赵老板身怀绝技，更是心生杀意，指使赵同秘密约见海发行管家，声称若能除掉赵老板，海发行的老板就由管家替代。在利益的诱惑下，管家在锁缝茶水中下毒，赵老板未曾防备，将茶水饮下。待他前往仓库检验货物时，忽觉数发暗器飞射而来，幸而他凭借敏锐感知迅即挡下。赵同等人也不再隐藏，现身杀来。赵老板虽习练武学在身，但家族世代经商，从不过问江湖之事，是以他并未还击，处处防守。
可眼见这些人杀意弥漫，步步紧逼，赵老板不再隐忍，运气发功，洪拳攻防一体，稳扎稳打，未过多时便将两人利毙。但随着赵老板攻势越发频繁，毒素也随之加快发作，终是一招不慎被击中要害，含恨而亡。赵老板一死，管家顺势上位接手海发行，并将其打包送给了邱万金，随即跟人来到郊外树林，正以为赵同要奖赏于他，未料赵同竟是过河拆桥，当场将管家毙命。此时一道白影迅即掠过，赵同察觉有人跟踪，正欲仔细查看时，忽然被一拳放倒。来者正是前来复仇的梁坤，赵同并未将他放在眼中。然而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，梁坤的洪拳已小有所成，赵同也不再轻视，使出绝学游身八卦掌，两人你来我往，见招拆招。就在双方缠斗之时，金轩终于现身加入战局。如今梁坤的武艺已是与他不相上下，更有金轩在一旁为其略阵，赵同再难逞凶，逐渐落入下风，不多时便在梁坤手中伏诛。此战过后，金轩将一切真相告知梁坤。经过多日潜伏，如今他已得知幕后主使人正是邱万金，而邱万金的武功极高，便是两人联手都奈何不得。梁坤深知以他如今的武功造诣，对上邱万金绝难取胜，遂决定改良洪拳。他将自己绑在竹子上，利用竹子的柔韧性辗转腾挪，锻炼自身招式的灵活转变，后期再以铁丝缠住周身四肢，用以打磨架势，直到自身尽力能够将铁丝生生崩断，铁线拳的改良才算功成。为着手逮捕邱万金，金轩将一封信交给梁坤好友朱肉荣，嘱咐他转交给梁坤。哪知朱肉荣因忙于生意无法脱身，直到为梁坤送饭时才猛然想起。与此同时，金轩已经找上邱万金，为了抓捕他，金轩已整整追踪6年。如今哪怕他明知自身难以匹敌，依旧要将其绳之以法。如此敬业精神令邱万金都不禁点赞。稍息两人站在一起，金轩无愧于铁捕之名，武功也是颇为出众，交手数十招竟与邱万金斗了个旗鼓相当。但随着邱万金失去耐心，双手弯指成爪，形如鹰爪，施展分筋错骨手，招式瞬间变得凌厉非常。金轩一时不察，当场被废掉双臂。正当邱万金就要痛下杀手之时，梁坤及时出现，将其挡下。如今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梁坤当即出手上前猛攻，可他虽武功又有长进，依旧不如邱万金招式老辣，未多时便被扯去衣衫。此计不成，杨坤随即施展铁线拳，招式吞吐收放自如，动若山崩，静如处子，旋转进退中暗藏重重杀机。然而邱万金经验何其丰富，见梁坤出手间气劲刚猛，转而变换招式，以柔克刚，拳法软绵，顺水推舟。梁坤同样变招，摆开架势似猛虎下山，状如风虎，势不可挡。邱万金一时应接不暇，吃了大亏，再也不似之前那般风轻云淡。反观梁坤招式再变，拳法凶猛，气势如虹。此消彼长下，邱万金再难有反击之力，被梁坤反手撂翻在地。梁坤顺势打断其两侧腿骨，再接一掌重重劈下，终是大仇得报，除暴安良。